好，今天的比赛异常精彩。英格兰队2-1逆转了民主刚果，比利时3-2逆转了塞内加尔，还有昨天墨西哥主场2-0战胜厄瓜多尔。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您先点赞再看。如果您支持老 K 的意见，欢迎您在留言区评论；如果您反对我的观点，也同样欢迎您在留言区讨论。那么今天看英格兰这场比赛，老 K 作为英格兰球迷真是爽透了。但比赛刚开始，我看见英格兰那无精打采的样子，就在提醒我儿子，比赛不能这样踢呀，狭路相逢勇者胜，应该像大巴黎一样，从第1分钟第1秒开始就要疯狂的前场紧逼呀。结果反而是民主刚果前场紧逼，侵略性极强。这欧洲足球真是有些病了。欧洲化的球队到了淘汰赛都在那儿保存体力，似乎非常惧怕炎热的天气，结果一个个的反而都被弱队先进球。果不其然，第7分钟民主刚果就进了一个。但也就从那儿开始，英格兰队迅速开始做出反应。老 K 儿子10几岁，毕竟见少识不多，所以不怪他，但我一直在旁边安慰，不要着急啊，英格兰只要像这样打，无论最后比赛输赢，我们做球迷的都支持。怕的就是慢慢倒腾，慢慢倒脚，但英格兰从来不是这样的性格。我看了几十年的球了，我们可以站着死，但从来不会跪着生。英格兰可能缺乏技术好的超级巨星，但踢球这件事情上，那就是大开大合，不玩那些虚的。所以上半场贝林厄姆的2次头球绝佳的机会，还有拉什福德的打中门柱，尽管到75分钟都一直落后，但老 K 从来就没有慌过。不过有一点必须要批评，就上半场贝林厄姆的2次机会，那都是传中带来的。但是现在的欧洲足球真的病了，破大巴对付对方的低位防守，不要在那儿倒来倒去，没有意义，你就疯狂传中，不管你45度还是下底传中，你就传中。足球的进球本来就是偶然性，各种偶然性的集合，没有对手的失误是不可能进球的。那制造偶然性和制造失误唯一的方法，在你领先之后，对手摆大巴，你唯一的破局思路就是不断的传中，然后再辅助加上一些花里胡哨的2过1配合，那是可以。而今天上半场贝林厄姆的2次头球都来源于传中，可就在那之后，一直到70分钟，英格兰反而不传中了，反而就没什么机会。好在60分钟，经验丰富的图赫尔选择将2个边全换下去，这是妙招。左边上来的巴塞罗那的戈登，那确实技术草突也突不过去。不过正因为他没有什么绝活，所以踢得相对简单，我就传中，我就传中，进球就来自于此。包括右边的萨卡埃泽，你上来了玩其他的东西没有用，你就传中。最关键的时候，场上唯一的世界级巨星、超级巨星哈里凯恩他站出来了。哈里凯恩进的第1个头球，那颈部肌肉的发力，你去看那超慢动作，这就是跟贝林厄姆2个有威胁的头球之间巨大的差别。贝林厄姆这里咱们也说一句，未来他的路线最好就是走像 C 罗那样的转型道路，专门就是后插上，以他的头球加上左右开弓，进球数就应该是他未来职业生涯的标签。但毕竟年轻，32岁的哈里凯恩现在练出来的这一手绝活，那是无数的日日夜夜，无数的苦练。凯恩这个球员最开始天赋很一般，在热刺队也不惹眼，但到了现在，在拜仁慕尼黑，32岁的凯恩在射门和门前终结这件事情上，当他做同样的动作，但他那全身几百块肌肉，所有的软组织，所有的韧带，所有的关节，凯恩的整个身体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完整为一体的超级武器。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在这种时候顶那个角度？他的颈部肌肉是如何发力，如何支撑他完成这个动作？这看似简单，但其实科隆体育学院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出来。最后的效果就是凯恩这个头球，你门将真就是扑不出来。而到了第86分钟，凯恩简单的往外脚背一拨，然后一脚大转身抽射。这种动作我们在赛场上每天都可以见到无数次，但唯有哈里凯恩，他做这个射门动作，球速都不用讲，整个持球部位的准确、近高远低，完美的符合老 K 足球哲学。要的这个角度，整个身体能够以最别扭的姿势，但却把球准确无误的用最快的速度打入10分角。这是什么？这是艺术啊！这是看了40年的老球迷才懂，这真的是人类艺术的精华。踢过球的朋友，我相信都会支持将这个进球作为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之一。真的是平地起惊云，那个脚一出来，老 K 就知道这球必进无疑。所有的英格兰球迷，所有过去热刺的球迷和现在拜仁慕尼黑的球迷，那一瞬间都会和我一样有同样的共鸣。哈里凯恩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标签，它代表着对足球场上射门这件事情最高的质量标准。
所以就像主教练图赫尔说的，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过换下凯恩。如果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仍然没有扳平，那我肯定会派上第2名前锋，但从来没有计划，在比赛里从来就不可能换下哈里凯恩。所以这才是一个好的主教练，这才叫懂球。整整40年前，也就在这里，在阿兹特克球场，英格兰当时遭遇了1986年的马拉多纳和阿根廷。在1-0领先的情况下，马拉多纳先是一个著名的上帝之手，随后他上演了神奇的过5关斩6将，那是人类史上世界杯最精彩绝伦的一次表演。马拉多纳过了5个人，将守门员都过了，将球打进球门，那就是历史性的超级巨星。而幸运的是，40年后，英格兰有了自己的超级巨星，他的名字叫哈里凯恩。赛后，凯恩叔叔将大家聚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他在圈子里面说了什么，但不管你是男的女的，看了这一幕你就觉得特别帅。什么是世界级球星？关键时刻你能够站出来决定比赛的结果，你可以拯救你的祖国，你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并且带着兄弟们继续延续他们的梦想。潜水蛟龙遇风雨无所谓，做出反应可以大展宏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所以赛后的凯恩说，现在的我感觉自己处于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朋友们，我们太幸运了，能够一起看26年的世界杯，能够同时目睹梅西、姆巴佩、奥里塞、邓贝莱、哈里凯恩，这就像一把把最锋利的宝剑同时剑指苍天。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最后谁能胜出，但所有人都开始关注下一个葡萄牙队 C 罗或者谁，你应该站出来了。那么在大赛进球已经20加的欧洲球员里，C 罗55场24个球，凯恩33场20个球。但这样的横向比较只是随便看看，毕竟国家队也不是一个档次的。22年之前，葡萄牙的队友们差起码1-2个档次，所以 C 罗的这个记录应该守不住，基本上最后都是姆巴佩的。但是哈里凯恩啊，这么多大赛确实欠凯恩一个冠军，无论你是欧冠还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凯恩的效率却是历史级别的。32岁，他的职业巅峰也许还能持续2-3年。就像今天戈登赛后说的，哈里凯恩正在经历一个赛季，他的这种表现，历史上只有史上最佳球员梅西曾经超越过。确实，单赛季进球数只有梅西现在排在凯恩的前面，而盖德穆勒呢，刚好追平了。所以前面有个老的绝代双骄，现在有了新的绝代双骄，但哈里凯恩却在老 K 的心里面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因为我是英格兰球迷嘛。无论你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我只喜欢中神通。戈登今天也说，当凯恩射门的时候，我就知道必进无疑，我当时已经开始庆祝了。是的，这种感觉，只要你是英格兰球迷，只要你看过凯恩100场比赛以上，你会特别懂，你会特别能够 get， 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共鸣，你会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后天苦练习来的。凯恩真的很像金庸小说里的独孤大侠，他用的真的很像玄铁重剑。今天评论员亨利和伊布直接叫他哈里爵士，而我们憨厚可爱的凯恩说，也许我还需要再多赢几场比赛。嘿嘿，老 K 盖棺论定啊，不需要，就算以后哈里凯恩和英格兰队再也没有更多的荣誉，但你封爵士这个事情绝对板上钉钉。今天他的这粒头球，凯恩在世界杯已经攻入了4粒头球，仅次于德国 K 神克洛泽的7个头球，还有联邦德国过去老穆勒盖德穆勒的5个头球。这3位大哥都是过去拜仁的自己人，所以这是本赛季哈里凯恩在拜仁和英格兰队加起来打入的第71个和第72个进球，盖德穆勒也是72个进球，那是1972到73赛季。而14年前梅西曾经在单赛季打进过82个球，所以历史记录它让你会特别懂什么叫做你正在目睹的人类史上足球巨星的巅峰状态。凯恩的近4届大赛淘汰赛打进了10个球，是所有同期欧洲球员当中最多的。排名第2的是打入7个球的姆巴佩，这种记录能比姆巴佩多进3个球，他是用世界级的超级巨星超级姆巴佩在证明哈里凯恩的含金量。21年的欧洲杯16进8对阵德国进了1个球，8进4对阵乌克兰梅开二度，半决赛对阵丹麦进了1个球。22年世界杯16进8对阵塞内加尔进了1个球，8进4对阵法国进了1个球。24年欧洲杯16进8对阵斯洛伐克进了1个球，半决赛对阵荷兰进了1个球。今天再次梅开二度，几乎是每场淘汰赛哈里凯恩都为英格兰燃尽了一切。而22年踢飞点球的遗憾，希望这次真的能够得以圆满。英格兰人过去几十年只有2位达到过这个成就啊，贝克汉姆都只能暂时靠边站，一个哈利波特，一个哈里凯恩，一个靠魔法，一个靠物理规则世界下的努力。
今天的拜仁官方也连发了6条关于凯恩的动态，总结起来就一句：他不说话，只是一味的进球。一想到拜仁下赛季还同时拥有哈里凯恩和奥里塞，所有的拜仁球迷直起鸡皮疙瘩。4天以后，英格兰对阵墨西哥，估计会大打对攻战。放心吧，这种局相信老 K。穆里尼奥过去执教切尔西留下过一句名言：倘若让我上战场，我愿意身边站着的都是英格兰球员。所以老 K 喜欢英格兰，他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就像《唐顿庄园》第1季的男主角，那就是傻乎乎的，只知道拼命。从阿兰希勒到贝克汉姆，从杰拉德兰帕德特里到哈里凯恩，是的，就一个特点，傻乎乎的，只知道努力，只知道在场上拼命。所以希望图赫尔好好听听老 K 足球新闻，不要再做那种无效的倒脚，开场你就拼，不要布置什么球到了中场才开始紧逼，前场你就紧逼，不要想什么体能伤病问题，跑不动了你就换人。英格兰这支球队踢球从来就像打仗一样，除了互射点球阶段那历史性的巨大短板，但在比赛里面就像1998年跟阿根廷踢了个2-2，无论谁你把他换上来，在边路做个简单的倒脚，内套外套套个边，然后就传中，中间哈里凯恩贝林厄姆死死的砸，这比赛只要踢出李云龙打仗那个味儿，最后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老苦劳了弯大个把好大回事嘛。另外咱们冷静下来细细的分析，这一届图赫尔带的这个阵容确实问题太大。首先不带马奎尔，这绝对是最大的罪，马奎尔如果还在，今天那个球丢不了，马奎尔如果还在，今天所有的角球他都可能进一个。还有右后卫只带了一个里斯詹姆斯，能知道他是玻璃体质，一踢就伤，现在没办法，只能让热刺的斯彭斯来客串。热刺本赛季什么水平，图赫尔你心里没有数吗？所以今天第一个丢球后点，斯彭斯那个点完全漏掉了。但最重要的是，竟然在这个位置就没有替补，最后让大米先生赖斯来打，当然赖斯也可以打，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赖斯在阿森纳就被像驴一样的用，他今天一被换下场，立刻就冰敷，而且敷的就是果生肌。这已经不是赖斯第一次因为腿筋的问题被换下了，他在小组赛首战对克罗地亚也是一瘸一拐的下场。他自己也透露，从12月起，过去的半年就一直受到腿筋的神经痛困扰。那哪是什么神经痛，纯粹是阿尔特塔把他往死里操。现在你图赫尔也把他往死里操，右后卫没人了，你仍然用赖斯，而且赖斯打右后卫，进攻的时候突到对方的边线，防守的时候又退回自己的边线。我的个天，这样的消耗老 K 真的心疼啊！我现在非常担心27岁的赖斯下个赛季的状态，这搞不好职业生涯就像芒特和帕尔默一样往下走啊。所以比赛虽然赢了，但图赫尔绝对难辞其咎。还有一点，帕尔默和福登不在，我以为你有什么骑兵，我还以为大英帝国现在兵强马壮。可是在0-1落后的时候，我跟儿子数来数去，发现替补席上没有能人呀。伊万托尼和沃特金斯2个中锋，你不会派他上。萨卡倒是可以打边路，但他过去2个赛季已经没有突破能力，而且本赛季一直有伤，也同样是有伤，一直被阿尔特塔往死里操。左边的拉什福德，我觉得打主力是比戈登强的，但当戈登被换上场的那个技术，我就想问，戈登跟巴尔克拉你选谁？戈登跟杜埃你选谁？戈登跟维尼修斯、邓贝莱、姆巴佩比你选谁？你像阿诺德，当今最顶级的右路，他那个45度传中，还有长传，还有定位球能力，这种破大巴的力气你竟然不带。还有帕尔默打边路也是好手啊，福登打边路也是能左能右的。西汉姆联右路的爆点爆温，速度又快，传球射门能力也均衡，英超每个赛季稳定的20+的直接参与进球，这属于纯英格兰式的铁血边路，你也不用。还有纽卡斯尔边路快马哈维巴恩斯，他的无球跑动异常的凶猛，攻防两端都愿意拼刺刀，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战士型的球员。另外桑乔咱就不用聊了，最关键海外还有一个游子格林伍德啊，那在我眼里比巴尔克拉强，比杜埃强得多。这大英帝国一帮权贵，一帮子聪明人，就不能想想办法挽回一下他公众的形象？格林伍德都能在法国踢球，为什么就不能回国家队呢？总之老 K 心里面是清楚的，跟法国比，英格兰确实希望不大，也就10%不到的胜率吧。不是真的没有能人，还是图赫尔太固执。我大头马奎尔如果在，任何时候角球、任意球或者传中，绝对有可能进球。比利时费莱尼退役以后，马奎尔就是我最信任的攻城重锤。好，另外关于拉什福德，我知道所有人现在都嘲讽，觉得那个球可能谁来用脚都能碰一下，不知道拉什福德怎么做到漏过去的。但我倒不这么看，现在这26人的名单，左路就应该用他继续首发。
但关键是比赛的思路要明确。拉什福德你个天残脚，你就不要下底用左脚传中了，直接45度用右脚传中就行了，不要踢得太复杂，稍微简单一点。他今天确实错失了2次绝佳机会，但你相信我，拉什福德只要在场上，绝对是仅次于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他是最大的 X 因素。他的实力如果点正了，随时来个帽子戏法，我一点不意外。他的技术肯定比不了法国那几个，但是速度和射门方面的天赋，我希望图赫尔一定要听一听老 K 足球新闻，一定要坚持用。戈登真的打不了，最多也就最后的30分钟换戈登，像今天这样上来碰碰运气。也许我这话说了，部分球迷不爱听啊。今天确实是属于戈登的表演，戈登的2个助攻，3次传中，的确思路非常对，效率非常高。那么我也希望戈登下赛季到了巴塞罗那之后，可以打破老 K 的成见，打破我对他的质疑。但是你相信我，就像卢卡库在比利时，你就让他打替补，作用会更大。戈登也是，他没有其他的问题，只是缺乏天赋。我们聊的是像登贝莱、巴尔克拉、杜埃这个级别。28岁的拉什福德他还有油，谁来劝我都没有用。我坚定的相信，本届世界杯某些时刻，拉什福德能够拯救球队。另外，我还想表扬马杜埃凯，虽然技术水平的层次不可能跟奥里塞碰瓷儿，而且今天的比赛也没有太多惹眼的表现，但是在场上他是唯一能够在边路拿球的一个强侧，也是英格兰队唯一能够控几下突几下。他跟萨卡最大的区别就是萨卡不能突，光是控。所以让马杜埃凯继续首发是对的，萨卡可以在最后35分钟上来试试运气，这样子起码在边路英格兰队就有了2套人马。 A 计划不行，就可以同时换上戈登和萨卡的 B 计划。而现在英格兰队最强的是左后卫奥莱利这个点，他在曼城和队友的配合更默契。奥莱利真正强的是内收之后在前腰这个位置，他的内切射门和远射有时候会制造巨大的惊喜。而今天比赛中2次高速的回追抢断，用一个身体去卡位，身体素质绝对是英格兰最好的。如果看完比赛你还不明白奥莱利对英格兰队巨大的价值，那么我衷心的建议您可以把过去的几百期一一听过来。还有埃里奥特·安德森，在赖斯的身体状态不行的情况下，安德森就是全场最猛的那个猛男。他唯一的缺点就是防守的意识和选位能力不足，但是在后腰这个位置，英格兰队有了他，不管对面是哪支队，你的腰都不一定有英格兰硬。还有就是格伊踢的是可以的，但身高不够，在防守角球和进攻角球方面，格伊能做的贡献太少。至于另一位中后卫孔萨，身高也只有1.85米，整个赛季就没有进过一个头球。我并不是说他不好，只是不明白他怎么能够顶替马奎尔的作用呢？当今世界足坛进化到这一步，中后卫你不光要回追，不光要顶人，最重要就是在双方的定位球方面。这格伊1.82米搭配一个1.85米的孔萨，大英格兰的防空从来没有像这一届如此的弱过，所以这是个很可怕的点。我很担心后面的比赛被对方在角球和定位球通过头球破门。好的，总结今天的2-1逆转，纯粹就是哈里凯恩叔叔的个人能力。未来的思路希望能够更明确，传中就完了，找凯恩就完了。贝林厄姆和赖斯同时冲进去，多点开花。可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赖斯如果打不了，那么中场用埃泽还是用罗杰斯？最后，今天必须表扬民主刚果，值得尊敬的对手，敢于攻出来，面对英格兰是一点不怂。要不是哈里凯恩的巨星级表现，今天民主刚果很有可能就拿走胜利。而关键的时刻，在最关键的点，那几个后卫和门将看到了哈里凯恩那一脚射门，我觉得这一辈子都值了。每个球员，包括电视机前的您或者您踢球的儿子，都可以想一想，哈里凯恩是怎么一步步像郭靖一样习得了这降龙18掌，真是没有一次努力是取巧的。关键就是根基厚重，下盘要稳固，大开大合，刚猛中正，蓄而后发，后发又先至，刚中藏柔，收发又要有度，一往无前，心神笃定，这就是英格兰足球最正宗一脉。比利时3-2大逆转塞内加尔，首先要尊重塞内加尔，但另一方面，比利时黄金一代最后的余光，蒂勒曼斯和特罗萨德完美的配合，只是老 K 确实看不懂为什么要换多库。换下德布劳内我可以理解，因为他确实太慢了。德布劳内已经35岁，他在场上能做的实在太有限，甚至连过去最擅长的远射也总是打飞机，所以将蒂勒曼斯推到前腰效果相当好。但也是正好赶上了特洛萨德、瓦纳肯、多库都不在场上，奥纳纳替补上来和拉斯金双后腰。但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这样的大逆转不能不让人想起8年前比利时3-2对日本的大逆转。
当时0-2落后的情况下，威尔通亨一个，费莱尼一个，沙兹利一个球。所有在第85分钟还没有放弃的，才是真正的比利时球迷。赛后，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也真的是被他装到了。他说：“我告诉过我的队员们，即使到第90分钟我们仍然0-2落后，我们依然可以打进2球，把比赛拖入加时赛。所以最终我们今天进球早了一点，分别在第85分钟和几分钟之后。”哈哈哈哈，真没办法，你小子真是太会装了。所以比赛一直到86分钟，比利时仍然0-2落后，但86分钟员外卢卡库站了出来，89分钟蒂勒曼斯站了出来，加时赛补时阶段第125分钟，蒂勒曼斯的点球那是真稳呀。至此，本届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出现了3次补时绝杀，是过去6届世界杯的总和。而蒂勒曼斯从当时比利时队一个不起眼的超级新星，到最后自己造点球，自己踢进去，名垂青史。留了一个阿扎尔的发型，他凭什么能够在比利时队当队长？哈哈，就凭他今天在场上敢跟特洛萨德吵架，内讧之后2个人又连线绝平，助比利时最终挺进了16强。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致敬了库尔图瓦和丁丁德布劳内，一种独具风味的内讧连线。真的，看世界杯看到现在，从前面的小组赛到今天这一场，太有意思了，不只是复杂，实在是太复杂，复杂到老 K 都不知道如何能表述出来这复杂的味道，甚至连现场做法的都有，不看太可惜了。上一次内讧赢球，我还记得是10个人的埃弗顿1-0赢了曼联，给了队友一巴掌。但踢过球的都知道，这太正常了。有时候因为一个失误或者不满就直接抱怨，场下继续好兄弟。但当时实在没办法，都快结束，都准备回家了。足球这种东西就是唯结果论，赢了就是兵者诡道也，输了就是滚蛋，你踢的什么东西，下课滚蛋。吵是真吵，在当时落后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各种看不惯，各种情绪都宣泄了出来。但作为球迷，你能看到好的情况是大家都一直在认真踢球。比利时这个球队绝对有说法的。2018年绿帽内讧组合连线绝杀了日本，2026年内讧连线又绝平了塞内加尔，这属于在场上打王者荣耀没点羁绊就不会踢球了，属于是。还有在比赛中感谢那名22岁的塞内加尔中场球员拉明卡马拉，他看着特罗萨德和蒂勒曼斯吵得很厉害，还上前帮着劝架。当时自己是2-0领先，可没想到120多分钟补时阶段，正是拉明卡马拉送了一个点球。赛后他伤心的痛哭，他实在没有闹明白，自己都2-0，以为已经拿下了，这对面的2个人都已经开始内讧吵架了，可最后就是他俩合作完成了绝平。所以这就是足球，这该死的足球，你实在不知道他会以怎样的剧本给你上演一个又一个诡异的故事。但这是个好球员，这是个塞内加尔的好人，希望你未来的职业生涯一帆风顺。如此善良好心的黑兄弟很容易被你圈粉。那么124分钟43秒，蒂勒曼斯制造了整个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最晚的进球，这也得多亏了对面球员西斯这哥们儿，他在点球点位置上赖了半天，让最后进球的时间延续了更长，好歹创了世界纪录。那我也特别理解，都已经124分钟了，马上就要进入点球决胜负，可裁判给了对方一个点球，换谁都会崩溃。但这里多说一句，蒂勒曼斯并没有打破老 K 足球规则，队长在互射点球阶段经常失误，可是在常规比赛时间的点球，队长的光环不受这个影响。那么在世界杯淘汰赛梅开二度，蒂勒曼斯也成为了比利时队史的第2人，上一位还是1934年的伯纳德·福尔霍夫。而双响炮导演的逆转之后，他也当选全场最佳。如此戏剧性的比赛，除了塞内加尔的球员和球迷，所有人都直呼太爽了。但老 K 建议下去好好查一查，到底是哪个邻国的巫师下的蛊。今年的非洲杯冠军被取消，世界杯淘汰赛常规时间2-0竟然最后被扳平，120几分钟了，加时赛被判了个点球绝杀。这样的事情别的球队一辈子都碰不到，但塞内加尔竟然一连碰到3次。不过非洲球队黑人球员呀，总是在70分钟以后崩溃了。老 K 从1990年看到现在就有这个感觉，你也不知道是战术系统的崩溃还是心态整个就崩掉，很关键的时候你确实就觉得没有人能顶得起来。而反观比利时黄金一代最后的荣光，让2追3，绝境之中永不放弃，任你年轻气盛朝气蓬勃的黑人球员跑得再快，我老兵不死，永远不容轻视。看了这么多年
120多分钟，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被判了点球就站着点球点不让对方罚球，感觉有点心酸，真的看着很无助。上次非洲杯决赛也是90几分钟都要结束了，被判了个点球，可对面那也是非洲哥们儿、黑哥们儿，你知道的，心态都不稳，踢不进去很有可能的。但今天是120几分钟面对比利时，根正苗红的西欧强国，我知道塞内加尔人也都知道确实没救了，所以那种心情在那装了半天，最后没啥用，人家不吃这套。站在塞内加尔角度想想，当时确实蛮难受的。而总觉得他们今天呀输在了主教练的换人调整，还有替补球员的差距过大。门将伤了是关键，马内下去了是关键。今天如果是门将门迪，感觉常规时间2个进球，最多让对方进1个。而85分钟了，就应该多控球，把时间给磨掉，毕竟2个球领先呀。但塞内加尔没那个能力，只能一直开大脚往前，被逆转，最后也没有办法。所以今天这场球从戏剧性的角度，也许是目前为止最好看的比赛。但同时也让我们见到，越临近比赛结束，踢的就越来越松，越来越松。塞内加尔通过实际表现，将非洲球队缺少的那股子劲儿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总觉得赌球的朋友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利用一下。今天最后悲壮的比利时队，咱们的卢卡库卢员外不仅率先吹响了反击的号角，而且运动战在前面当支点，点球的时候也当支点。所有人都以为是卢卡库要罚点，结果却是迪勒曼斯罚。卢卡库这场是真正的大腿，基本上每个进球都是他在前点拿球才能盘活进攻，没有找卢卡库的进攻就像羽毛球一样轻飘飘的，所以真是靠自己的背身扛活了整支比利时。另外他不仅进球当支点，罚点球当支点，内讧的时候也能当支点，功不可没，谁敢横刀立马，唯有我卢大将军。在比利时最需要高中锋的时候，他站了出来。赛后记者问他，点球的时候怎么回事啊？是一开始你想罚吗？卢卡库老老实实的说，是的，但因为我的心态没有完全调整好，我还处于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我更希望让迪勒曼斯来罚，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儿，而是球队必须要赢嘛。我知道自己的心态上还在经历波折，所以我把机会让给了蒂勒曼斯，他也罚进了。蒂勒曼斯可不是这么说的。队长赛后说，我们的点球手不是临时决定的，我本来就是指定的点球手，我们有明确的点球顺序，大家都信任这个安排，而我是排在第1位的。看着蒂勒曼斯罚点球前那坚毅平静的眼神，最后这几句话你让员外好难堪呀。所以这就是比利时，特别搞笑，特别抽象。这就是比利时，不知道未来的比赛还能不能看到他们的逆转，还能不能看到他们在场上继续内讧。另外今天在观众席3-2逆转之后，我们又看到了8年前那个比利时红魔的球迷。8年前的3-2他在，今年的3-2他仍然在。这家伙还是2家人力资源公司的老板。时光荏苒，比利时的德布劳内都老得不成样子了，可你小子怎么做的保养，好像没什么变化嘛。今天2-0战胜波黑这场球其实本来没有什么悬念，但在第64分钟出现了一次非常罕见而且有争议的情况。当时效力于摩纳哥队的美国前锋巴洛贡和对方的穆哈雷莫维奇抢球，无意间踩到了对手。主裁判原本并没有向他出示黄牌，但在 VAR 裁判的提醒下，重新观看了画面，改变了决定。因为这个踩踏动作，红牌将他罚下。所以今天虽然晋级，但美国队遇到最大的利空，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打进3个球的巴洛贡会因为红牌下轮停赛。但这个动作虽然不是主观的恶意，但从客观的结果看，红牌问题不大。而且这个动作太可怕，老 K 都不敢看回放。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不知道会不会重伤休息好几个月。而正是这个巴洛贡在上半场第31分钟首先打进了一个球，进球后非常兴奋，立刻做起了 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招牌的霸王步来庆祝。但很快边裁举旗示意越位，进球被吹无效。霸王步才走到一半的巴洛贡也只好被迫打断施法。不过64分钟，球又阴差阳错来到他脚下，终于还是打进去了。勒布朗詹姆斯的霸王步庆祝动作终于做出来了，但很遗憾，最后的犯规太愚蠢。这下子美国队下一场比赛的前途就未卜了。但波黑也是真不争气，明明只落后1个球，对方被罚下去1个，比赛还有30几分钟，却竟然没有打出什么进攻。要按照老 K 足球哲学，你多加2个高中锋就砸就行了。边路45度不断的起传中，肯定偶然性大呀。最后原形毕露，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淘汰的意大利。那么再见了40岁的泽科，能够进入淘汰赛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波切蒂诺带的美国队也确实有东西。
即使少打一人，防守依旧稳固，并没有盲目的堆人，反而是通过轮换前场的人员提高打反击的质量，也取得了最后的效果。少打一个人，最后拿到任意球还罚进去，而最后第二个任意球丢球，波黑队的门将实在太业余，如此近的距离，前点你都不防的吗？而且波黑队的身高那么高，角球你也不直接转进去，还在倒脚，角球还想玩战术，磨磨唧唧不传中，活该呀！那么2-0立刻波黑以后，美国队也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赢球，这样3个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打进了淘汰赛次轮。而最关键还是主教练波切蒂诺改变了整个美国足球的文化，各种稀奇古怪的考验，本来能够轻松大胜的一场比赛，却因为主力中锋无意的一次犯规被红牌罚下，变得少打一人，也可谓从各个角度测试了波切蒂诺作为世界名帅的含金量。他不仅顶住了压力，还带着弟子们扩大了领先优势。接下来就要看没有巴洛贡的情况下，波切蒂诺怎么布阵。今天也是美国男足队史上第2场的淘汰赛胜利，他们近10届世界杯6次闯进了16强，但也只是在02年的韩日世界杯2-0击败过墨西哥，随后就输给了德国队。而下一轮12年后，美国队再次和比利时队相遇在1/8决赛。上一次是2014年的世界杯，那一次美国输了个1-2，德布劳内贡献了1个传球1个进球，卢卡库打进了第2个球。现在巴洛贡缺阵是很大的损失，只能相信佩皮了。但也有挺大的概率3个东道主也许有一个能进入8强，而悲喜2重天的巴洛贡成为了世界杯整个历史上第6位在淘汰赛染红牌的东道主球员，他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4位在淘汰赛单场同时进球和染红牌的。今天他进球后模仿的勒布朗詹姆斯的霸王步，本尊詹姆斯回应冲啊小伙子，你这个球太炸裂了。确实炸裂，最后炸了个红牌出来。而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他们开赛至今竟然1球未丢，尤其是17岁的小将莫拉，老 K 在赛前已经几次介绍过他这样的技术，这种发挥现在已经被曼城、切尔西、巴塞罗那和皇马同时盯上。但有趣的是，曼联已经持续半年派人考察莫拉，俱乐部的球探全程跟踪他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可现在曼联的所有者拉特克里夫爵士却不愿意为了他卷入抬价的拉锯战，放弃了对他的追逐。另外有趣的是，莫拉和哈兰德共用同一位经纪人，他的合同中还有2000万英镑的解约金条款，所以多半去曼城的可能性大。而且网友贴出了很有意思的图，莫拉因为是墨西哥人，可能只值300万，如果他是巴西人，起码值7000万，如果是西班牙人，起码值1个亿，那如果是英格兰人，起码值1.5亿。话虽糙，但确实也是这个道理。莫拉以17岁259天，已经成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第2年轻的首发球员，仅次于贝利的17岁239天。有趣的是，这一场打厄瓜多尔，他们的平均年龄28岁98天，是墨西哥队史在世界杯淘汰赛派出平均年龄第3高的首发。这么老的一个阵容，却派上了只有17岁的小孩，长得还很像居莱尔，非常期待他到了5大联赛能够怎样的证明自己。这一场比赛，墨西哥城球场一共来了80824人观战，这也是该球场在本届世界杯连续第3场墨西哥队的比赛实现了满座。但美中不足的是，失败的厄瓜多尔发起了申诉。据他们的视频，在2队开赛前一晚，墨西哥球迷们自发在厄瓜多尔入住的酒店外组织了临时的球迷集会，他们一起播放音乐、跳舞、高呼口号，还猛踩汽车的油门，摁喇叭、燃放烟花，用各种盘外招。这种事在拉丁美洲非常常见，但是已经严重影响了厄瓜多尔队赛前的休息。而且厄瓜多尔队赛前从驻地俄亥俄州飞到比赛场，原本只有6小时的航程，整整飞了9小时。主教练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厄瓜多尔队到墨西哥之后感觉非常疲惫。下一个面对墨西哥队的英格兰已经在瑟瑟发抖。那么胜利之后，整个墨西哥城陷入了狂欢的庆祝，甚至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一个19岁的女子和一名44岁的男子，而且2名死者还是同一家人。所以阿兹特克血祭传统这一块没有丢啊。但乐极生悲，乐极生悲，球迷一定要注意。
那么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像他们这样开局4连胜而且零失球，墨西哥是第3支做到这一点的球队。前2次是1986年的巴西和1990年的意大利。比赛中还发生了有趣的一幕，厄瓜多尔的球员因卡皮耶和西门尼斯进行交流，但他忘了规则，捂住了自己嘴巴，立刻被西门尼斯投诉，然后因为规则，他成为了第2名跟对手说话捂着嘴巴被罚下的球员。那么天时地利人和，这也是中北美的球队第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淘汰了南美的球队。墨西哥队取得了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第2次胜利，终结了此前的8连败。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坐镇高原的主场1/8决赛对阵英格兰。另外一方面，厄瓜多尔在这场比赛体现的进攻水平极差，不知道是不是前一晚被球迷影响，确实没有睡好。包括像凯塞多，他一个人的身价就顶了对面墨西哥半支球队，判踢的什么东西？最后定位球都是他来罚，罚的什么呀？2次直接开出底线。从小组赛到现在，凯塞多的定位球就没有罚好过，这难道队里面就没有脚法好的了吗？真是奇哉怪也。而另一方面，墨西哥表现最好的劳尔·西门尼斯，梦回2020，老 K 在节目里介绍了他多次，真的值呀。今天他在比赛中被对方撞了之后，属于是失去平衡，上演了齐天大圣孙悟空从石头里面蹦出来那狂喜的造型，真像是大风车转呀转呀转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狼王劳尔·西门尼斯本身就是狼王，35岁老兵的坚韧，狼队的老球迷都记得当年劳尔加上若塔的双子星有多厉害。老 K 以前过去玩 FM 足球经理游戏，因为狼队是华人资本嘛，所以特别喜欢用。想想若塔，看看今天的劳尔·西门尼斯，真的有些破防。而另一位墨西哥球员基尼奥内斯，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第3位在淘汰赛完成了一传一射建功的球员。这位大哥老 K 也介绍过，他本来是哥伦比亚人，但年仅18岁就前往了墨西哥发展，23年正式被规划。可他现在效力于沙特的卡迪西亚队，上赛季31场33个进球，没错，上赛季他就是沙特联赛的金靴。所以无论您赞同还是反对老 K 的观点，都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也非常感谢您的点赞、热推和分享。如果喜欢的话，能不能请您订阅老 K 足球新闻？那么咱们明天再见。